头移过来，然后依据抓边头来调整通道的位置，然后把气缸伸出去，然后去找抓瓶头对应瓶子的位置。这是瓶子线调整这个螺丝，调整这个螺丝的位置。然后前面内输送的通道调整完成之后，然后依据内输送的通道来调整前后输送的位置，然后根据瓶子高矮，然后来调节导瓶支架的位置。是一个箱计数电眼，它的位置在于第一个箱子与这个气缸，然后这是它的位置，然后根据实际东西，这个是到位光电，然后满箱电眼的位置是在你实际产品的最后一个箱子处，然后这个是超箱的位置，然后打到手动，点击导箱框，然后来调节护栏的位置。就是左右、里侧、外侧调节护栏。手动点抓伸缩，去点放瓶。以抓瓶头的位置找导向框的位置，导向框对准箱的中间。抓瓶头位置通过这几个螺丝来左右调节。如果大臂的位置跑了，就是两侧高矮不一致，把圆盘的这个账套螺丝松掉，松掉之后呢，把这个顶开，顶下来之后，就可以调整这个圆盘的位置，就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调整，把这个大臂的位置给它高度两侧调平了之后呢，再把它锁死。这个是那个主机的原点，然后现在对应实时相位是0。然后我们的抓瓶相位是依据实际去抓瓶的位置来定的，打到手动，然后去抓瓶。我们需要先打开长缓图、内输层、短缓图，然后去2943，然后现在是实际抓瓶的位置。参数写的时候取整是吧？对，它实际写的是2990，这是抓瓶的相位。然后去抓伸缩，抓张开的位置和抓缩回的位置是实际抓起来之后放的位置，点击抓瓶头。
抓，然后进导向框之前，一定要保证抓头张开。这个是放沉的位置，放沉相位，然后抓平之前一定要保证抓伸缩回，这个是抓伸缩可以写的相位，抓缩位是根据实时相位来定的。然后有一个进平相位，是实际等待进平的位置。进平位置就是这个抓平头要高于这个瓶子的时候，如果没满平，它就不往下来了，就是不抓了。它就是在这个位置进行等待，等瓶子满平了之后呢，自动模式下点击初始化，寻原点，实时相位是0，然后开启自动。